这是只能用超光谱摄像机才能看见的幽灵，它们速度极快，还能穿墙，人一碰到就会当场毙命。可他们却唯独害怕最普通的铁屑。杰克一眼便认出地上这些铁屑是有人故意布置的，工厂里一定还有其他人。他们立刻搜寻，果然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对兄妹，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铁屑。杰克决定带着兄妹俩突围，他开始用铁屑制造手榴弹。由于他们的护目镜已经损坏，看不见幽灵，杰克于是把光谱摄像机改成了光谱探照灯，这样他们用肉眼就能看见对方。万事俱备，一行人立刻突围。结果刚走出建筑，就被成群的幽灵们发现了。幽灵们迅速冲向他们，但好在杰克等人有探照灯，清楚地看见了对方。队友毫不犹豫发射了铁屑炸弹，炸弹在幽灵脚下爆开，幽灵的行动瞬间就被阻挡，几人立刻趁机逃跑。但铁屑的作用有时长限制，再加上幽灵数量实在太多，准备的弹药很快就用完了。小队成员开始一个接一个死去。更糟糕的是，幽灵们也发现是因为探照灯的存在，人类才能看见他们，当即就把探照灯照灭。这意味着他们再也无法看见幽灵，成了只能挨打的瞎子。士兵们伤亡的更快了，甚至连之前救出的小男孩也被无情杀死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会全军覆没。就在杰克几人绝望之时，救援的直升机终于赶到了现场，但此时所有的幽灵们也没了。看样子他们不会让杰克等人成功离开。眼看幽灵们就要发起攻击，杰克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取下身上仅剩的所有铁屑炸弹，猛地在身前摔碎，在直升机的风力加持下，大片铁屑铺天盖地的飘向远方。幽灵们被集体禁锢，杰克等人这才顺利的逃脱升天。然而很快同伴便发现，飞机不是回基地，原来整个城市都已被幽灵攻陷，现在他们都躲在一个避难所，人类已经危在旦夕。为了对抗幽灵，所有人都在想对策。小女孩告诉杰克，她父亲生前在核电站给幽灵制造陶瓷容器，这才知道铁屑能阻挡幽灵。杰克若有所思，片刻后他激动地告诉众人，自己知道幽灵是什么了。所谓的幽灵其实是一种人造的凝聚态，是除开常见的固态、液态、气态之外的特殊状态。它的特性就是会被铁屑减速，不能穿过陶瓷，却可以穿墙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士兵躲在陶瓷浴缸下躲过了幽灵追杀，而战斗中幽灵也穿不过杜勒斯的坦克，只能掀翻坦克的原因。而凝聚态的产生需要大量的能量，所以小女孩父亲工作的核电站是制造它们的最佳场所，那里一定是幽灵的源头。想到这，杰克做了个大胆的决定。